前半个小时有没有优化空间？其实显然是有的。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咱们可以事后啊，就是说它在收盘的时候，如果站稳了425，而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量能，对不对？那我这个时候我直接进行买或者是卖这样一个操作，也就是在29号咱们到3点收盘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收盘的时候它将好425这个点，所以就很纠结要不要上。如果我们再结合这个量能的话很显然它没有放量这一天38所以这一天的话，我建议如果说是按照事后去判断的话，一定是不能进的。但是商哥用的不是这种方法，咱用的是微观的这种操作，对不对？微操，那开盘它是低开了，我觉得能冲到425，可能能站稳，也就是在425这块，我觉得可能能站稳，我就买进去了。这是我这种方法的一个变形，对不对？我仍然是事后，但是呢，它是不是站稳我不知道我猜，我觉得它能站稳，好，那我买。我买完了之后呢，我发现它站不稳，马上它就下来了，明显是一个站不稳的节奏嘛就是多空方向在这纠结，而且没有大资金往里边进，所以但这个时候呢，那我就给它卖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这样一个操作，很显然我是亏钱了，对不对？就相当于割肉了，对不对？做了一个反 T 嘛我这亏钱了，但是我小亏我避免了我大亏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设止损这么样一个标的位那我当天的止损其实我就是止损在了425这个位置，我一看跌破425赶紧卖424块7毛2咱就给卖掉了。那我这个东西我还可不可以进一步再优化咱们其中一种优化方法就是我到盘尾的时候去判断那我这个我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误操作，对不对？那我还可不可以优化？那就是第二种优化方法，就是我可以提前埋伏嘛，我还可以再进一步假如说它这一天大概率是要往上冲的话，比如说我可以在这个点还没到425的时候422到423之间我就可以买进去。我买进去之后它如果突破了并且站稳了我就留在这儿。它如果跌下来了还和之前的判断一样，它跌破425以后我424我卖掉了，这样我是不是我就算我做了一个正 T 对不对？我避免了我做反 T 的这么一个操作我不仅我没亏钱，我还少赚一笔当然你最好是我觉得最稳妥的方法是咱们收盘再弄但是商哥因为时差的原因只能开盘的时候咱就要有一个预判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有这样一个优化，咱给它买卖点咱先有个预判嘛，在低开的时候咱可以先给它杀进去，因为毕竟咱们判断今天很有可能是放量站稳，然后在这一天之后商哥痛定思痛一直都没有买卖，对不对？然后一直到了咱们的这个上一个交易日也就是5月8号5月8号又来机会了。咱们是怎么判断的咱回踩418的话，也就是回调补仓，咱们简单看一下这一天因为前2天跌到坑里了，对不对？然后5月7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小阳线5月7号它是不是反弹了？5月6号的时候小反弹一下，5月7号咱们判断要不要突破4185月7号这一天它收盘价是420，它突破418然后5月8号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缩量反弹在5月7号的时候它是反弹了，但它的量能是伪的你看还是在均线以下，其实没到均线，即使到了均线它仍然算是量能没有突破，所以这一天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的这样一个反抽这也是最基础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咱在5月8号它要么放量突破425，要么
这一天很有可能是回踩418，所以咱就设了这么一个计划，就叫回调补仓啊，咱判断能不能站稳418啊。那如果能站稳啊，而且是一个缩量这样一个回调，那咱啊可以进去啊5%啊。那这会儿上哥把这个仓位比例啊再次降低啊5%左右，然后咱这个是不是就比4月29号这天做了一个反向的这个反 T 了啊，反 T 啊，反 T 之反 T。咱做了这么一个优化啊，这个很显然嘛，416进的417出的啊，做了一个小 T 啊。那为什么417又出了呢？就是昨天啊，低开低走，对不对？但往下走的呀，这红的呀。我们看昨天的这个分钟线，这一天的话，上哥学精了啊，咱就在416左右啊，咱先买进去了。对不对？咱预判了他的预判，咱觉得他能冲破418啊，而且收盘能站稳啊，缩量站稳418，所以说咱做了一个预判。他虽然低开，我一看低开啊，那我觉得啊，今天能涨，我就给他买进去啊。预判是什么呢？418，而且缩量啊，做这么一个预判，所以说我先干了5%，对吧？干进去了。但是呢，后面我发现，418这个地方站不稳呀，418它又往下走。我这一看，我一想就算了吧，那我啊417的时候，我就它跌下来的时候，我就给它卖掉了啊。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它肯定站不稳啊。它这个量，你至少你如果说你能站稳的话，你至少你要往420这个地方冲啊，你都没冲上去。你418你就下来了，所以这是上哥判断的啊，他就没有站稳，咱就直接撤。这个你看这个操作是不是就比4月29号大决战那天啊出财报那天要好一点点，好了那么一丢丢啊。所以这些啊就是上哥回顾的这么一个咱们的一个历史交易的这么一个回顾啊。最后咱们的仓位依然是啊50%啊，对吧？依然是这些，所以后面的话咱也不记了啊，咱就记实际执行。等如果真的这一天如果咱就买了啊，咱没卖啊，那我再把仓位啊这块再给补上去啊，咱们再加上去，好吧？所以说这一天的话，咱们来到了5月11号啊，今天是怎么样？因为昨天上一个交易日咱没站稳。啪啦一下又跌下去了。5月8号收盘415啊，而且量能呢稍微有点尾啊，0.9个十日均啊，成交量是33.38，不仅没有站稳，而且呢它是一个弱势的回调啊。那为什么说是弱势呢？低开低走啊，是一个红色线啊。所以那今天啊，咱们给它定的一个关键的信号就是它会不会一个阴跌啊寻底这样一个信号啊，也就是它可能还是要去探啊我们这个底到底在哪啊，它的一个支撑位。那我现在的话我415了，那我再往下企稳的话，我观察啊就是410到420啊，410到412这么一个区间位啊，它如果在这里止跌的话，那我是可以啊进行一个补仓啊。所以今天的话依然是这样一个微操啊，可能是咱们会在410到414之间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再继续回调补仓啊，这5%啊，其他的这个交易计划就不变啊。然后咱们说一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实际执行啊，就是当天买卖啊，可不可以啊？你说这个交易软件它也没说你不可以，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啊，就像老李这种人啊，他说什么这种东西啊，当天买卖啊，你虽然做了个 T， 但是你在报税的时候，你可能判成这笔交易是 wash sale 啊。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上哥要去找一找啊，看看他怎么说。如果你再想买回来1个月之内再买回来呢，你这个股票就会标记一个 wash sale 啊，它在税务上呢是非常的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 wash sale 啊，咱们呢也尽量不要去采用这种骚操作。可以说啊，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 wash sale 啊，一听就是在这瞎掰嘛，对不对？啊，什么叫 wash sale 啊？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交易之后啊，我们去 close 一个我们的 position， 对不对？我们去这个进行卖卖这个仓位，对吧？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我们的哪一些 lot， 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仓位啊，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规划。怎么说？上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其实 wash sale 它针对的是什么？针对是这种操作，也就是 tax loss harvesting。